站的气呼呼的就来了5个人开过来，气呼呼呢就是说拍照了，有什么录音了，有录像了。他定性他说按照社会常理的判断，你这是砍伐。我就一直不承认是砍伐。大爷只因修剪自己种植的一棵树，就被城管部门定性为砍伐，要求大爷缴纳罚款14万元，否则就会冻结他名下的所有资产。他要你再不付的话，他要封你银行卡，这是他那个口头说的。可问题是，这棵树是大爷自己种植栽培的，而且只是修剪一番，来年能生长得更加茂盛，怎么会定性为砍伐，并对大爷处于天价罚款呢？这其中究竟有何隐情呢？镜头前的便是李大爷，自从20年前退休后，就十分喜欢养殖花花草草，而这棵香樟树则是大爷重点关照的对象。历经20年风风雨雨，这棵树终于长大成材，但同时也给李大爷带来了烦恼，因为树枝过于茂盛，遮挡住了自家院子的采光，而且担心树枝断裂，给自己和老伴带来安全隐患，所以便决定对这棵树进行修剪。为此，他还特意向绿化部门申请，但却被对方果断拒绝。当时修的时候呢，我还真打电话问过那个区绿化部门，他电话里面就很干脆的把我回掉。自己这修要叫我们绿化部门来，我们哪有哪里有这么多的人力啊？你管我们不管。无奈下，李大爷只好自己雇佣工人，参考小区内物业修剪的树木，对自家树进行修剪。然而完工后没过几天，城管部门就驱车堵住自家门口，工作人员气势汹汹地找到李大爷，一上来就开具了处罚书。当看到上面罚款金额的第一眼，李大爷就险些被吓晕过去。站得气呼呼的就来了5个人开过来。他说是砍伐了嘛，就是砍伐，我的意思就死掉嘛，他没有死呀，他们就定性为砍伐。大爷辛苦栽培20年的香樟树，因为过于茂盛，挡住自家阳光，所以喊来工人修剪树枝。然而城管部门得知此事后，就气势汹汹地赶到现场，表示大爷的行为应当定性为砍伐，所以涉嫌违法，需要缴纳14万的天价处罚款。李大爷对此难以接受，也无法理解。那他这么一个重罚，我现在一直想不通，并不是像他们说要把它砍掉，因为我自己的树买回来，怎么好把它砍掉？动机没有啊？在李大爷看来，这棵树是自己亲自栽培的，即便他真的砍伐，也不关城管部门什么事。更何况他并未砍伐，只是修剪自家的树，怎么就涉嫌违法呢？而且当初他还向绿化部门报备，但工作人员并不鸟他，所以只能自己动手修剪。他实在想不明白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，但城管部门并不听他解释，让李大爷自己看着办，如果不交罚款就冻结他的银行卡。大家都不知道，并不是我不知道，大家都不，但是我这次给我抓住一个典型。据李大爷所述，修剪树木就会被定性为砍伐，估计天底下所有人都不知道有这样的规定，城管部门只是为了杀鸡儆猴，才把他抓了典型。那么这件事最终到底该如何解决呢？站得气呼呼的就来了5个人开过来，气呼呼呢就是说拍照了，有什么录音了，有录像了。他定性他说按照社会常理的判断，你这是砍伐，我就一直不承认是砍伐。大爷修剪自己种植的树，却被城管部门定性为砍伐，并处于14万的天价罚款。李大爷对此十分蒙圈，难道自己修剪自家的树还会涉嫌违法吗？对此，城管部门拿出2项规定：其一，根据树木修剪指南规定，如果树被修剪的只剩下树干，就会被定性为砍伐；其二，根据绿化技术规范，如果一个生长周期内被修剪的树木不能恢复树冠，也会被定性为砍伐，违反者则需要按照树木自身的价值承担5到10倍的赔偿。而大爷所砍伐的树木则是名贵品种香樟树，所以按5倍赔偿计算下来，需要罚款14.42万元。对此，李大爷不服，决定走法律途径。然而1审和2审均判决李大爷败诉，儿子因担心李大爷年事已高，身体经不起这样的折腾，便替李大爷向相关部门缴纳了罚款。虽然事情已经解决，但李大爷却怎么都开心不起来。我是喜欢那个花花草草，喜欢大自然那种树木的，是这样子。现在落到一个破坏树木的人，所以说我是很冤屈的。现在大爷很无奈。令人最为无奈的是，当初李大爷在修剪树木前，已经向绿化部门说明情况，可工作人员却以自己太忙为由，让李大爷自行处理。如果当时他们尽职尽责，或许李大爷也不会落到这番田地。那么对此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出租车不小心追尾自行车，司机直接掏出1盒烟钱敷衍了事，殊不知他所撞的是堪称自行车中的法拉利，最少也要掏出2万元赔偿。司机这下彻底吓傻眼，直接跑路躲了起来。高先生无奈下找来媒体，全网寻找该名司机。相当于自行车的法拉利2826欧元，然后国内报价是2万1880元。据高先生所述，当天自己骑着心爱的自行车
正常行驶在非机动车道上，谁知出租车为了避开拥堵路段，也直接把车开进非机动车道。看见前方的高先生慢吞吞地骑着自行车，司机很是着急，随即就疯狂鸣笛。而高先生见对方行驶非机动车道，竟还如此嚣张，于是便来了脾气，直接一个急刹车，导致出租车避让不及，从而追尾。可以看到出租车的保险杠被撞开了一条缝，而高先生的自行车却完好无损。因为司机属于追尾，他也自知自己理亏，于是提出和高先生私了，拿个烟钱，然后想解决这事儿。然后我说这车别动，我先报个警，然后报完警我联系一下我们车店，然后过来验一下伤。司机听说高先生要给自行车验伤，一时间不乐意了，不就是一个破自行车吗？还要整得如此高大上，明明一包烟钱就能解决的事，高先生却非要整得这么繁琐，简直是吃饱了撑的没事干。而高先生并未理会司机，随即淡定地掏出自行车的购车合同，看见上面的金额后，司机彻底傻眼。于自行车的法拉利2826欧元，然后国内报价是2万1880元。男子蹬着自行车正常行驶，怎料却遭后方出租车追尾。司机认为自行车能值几个钱，便打算用一包烟钱将此事私了。高先生认为司机狗眼看人低，直接掏出了购车合同，表示自己这辆自行车号称自行车中的法拉利，是从意大利的顶尖品牌进口的，整车下来足足花费7万多，在整个长春市估计都找不出来20台。而经过第三方机构的鉴定，高先生自行车的后轮虽然看起来完好无损，实际上车圈已经变形，车轴也有受损迹象。如果想要继续骑行，就需要花费21880元重新更换后轮。而出租车司机此时已经愣在原地，看似普通的自行车，没想到竟如此贵重。于是司机便以老婆生了孩子为由，迅速逃离了现场。我这个价给他高，然后不想赔。那这价是你给的吗？不是，是官网提供的那个标准零售价。在高先生看来，自己并没有为难司机，他给的价格都是官方零售价，司机只需照价赔偿即可，多1分钱他都不会要。为了解决此事，调解员通过网约车平台找到了该名司机，但司机接下来的态度却让高先生十分恼火。一直摁，我就停下来了，他就撞上，他就有点不怎么乐意了，就态度很强烈，就嫌我这东西贵。出租车司机追尾自行车，殊不知却摊上大事。高先生的这辆自行车整车下来足足花了7万，堪称自行车中的法拉利，《三国演义》里的赤兔宝马，只是更换一个后轮就需要2万余元。司机得知将要面临天价赔偿，随即就跑了路。好在经过调解员的调查，找到了司机的联系方式，而司机却表示自己已经联系了保险公司，是保险公司一直拖着不处理，所以他也没有办法。我是走保险的，保险公司他不处理，你先别给我打电话，保险公司处理完之后你给我打电话。高先生闻言十分气愤，认为司机就是不想承担责任，所以把皮球踢给了保险公司。而事后律师的一番话也证实了高先生的猜想。长春市范围内出租车的保险呢是没有不计免赔这一项的附加险，所以事故发生后呢，出租车的司机可能要承担一部分的赔偿责任。据律师所述，司机虽然购买了保险，但本人也需承担20%的损失，合计下来也就是4000多元。或许是司机不愿赔偿，所以才声称是保险公司不处理此事。高先生决定，如果司机始终不愿协商赔款，那么他只好走法律途径解决此事。不管怎么说，都是司机全责。相信在法律的天平下，司机迟早都会做出赔偿。对此，你们有何看法呢？我们下期再见。